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，关于一位上海金牌女导游远嫁台湾的经历。她原本抱着施舍一些大陆游客给台湾的心态，结果真实的台湾旅游市场让她惊呆了，根本不缺国际游客。这故事真的是太有意思了。我们的主人公叫小芳，上海人，从业10几年的金牌导游，带团无数，走南闯北，见多识广，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专业知识，在上海旅游圈里可是响当当的人物。他的团总是评价最高，小费最多，游客们都争着要跟他走。说起小芳和她台湾老公的缘分，那真是命中注定啊。5年前，台湾小伙子阿正到上海出差，参加了小芳带的市区一日游。阿正当时就被小芳的专业能力和亲切服务所吸引，偷偷要了联系方式，两人慢慢熟悉起来，电话、微信从不间断，感情迅速升温。阿正是台湾一家旅行社的高管，两人不仅有共同话题，还有共同的事业追求。我们行业内部有个说法，叫做同行不同路，意思是同行之间不容易走到一起。小芳跟我说，可我和阿正就是打破了这个魔咒。经过2年的异地恋，阿正终于在台北101大楼前向小芳求婚，小芳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婚后，小芳决定搬到台湾生活，并加入了阿正的旅行社工作。出发前，小芳心里其实有点忐忑，甚至带着一种优越感。毕竟在她的印象中，台湾的旅游业远不如大陆发达。她还想着自己可以用专业知识帮助提升一下台湾的旅游服务呢。那时候我真的有点目中无人。小芳笑着说，简直是想着要去拯救台湾旅游业啊！我以为我去了就是香饽饽，能让台湾旅游业焕发新生命，真是太天真了。小芳告诉我，刚到台湾那会儿，她就被震惊了。首先是台北松山机场，虽然不如浦东机场那么气派宏大，但秩序井然，服务细致，完全不输国际一流水平。出机场后，台湾的公共交通系统更是让她刮目相看，捷运干净整洁，标识清晰，最重要的是乘客素质极高，没人大声喧哗，更没人争先恐后。当时我就在想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！在上海，我总要提醒游客要保管好自己的财物，特别是挤地铁的时候。可在台北，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。小芳感叹道，到了阿正的旅行社，小芳的第一印象是规模确实没有上海的大，但是服务理念和专业度却一点不差。台湾的旅行社非常注重客户体验，对导游的培训也相当严格，每个导游都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，掌握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，还要学会应对各种突发情况。我原以为凭我在上海的经验，到台湾肯定是第一把手。小芳苦笑着说，结果发现人家台湾导游的专业素养一点不比我们差，他们对本土文化的了解比我深入多了，英语、日语、韩语都很流利，甚至还有不少人会说东南亚语言。毕竟台湾和东南亚国家往来密切嘛。小芳最初接手的是大陆游客团，她以为这是阿正特意安排给她的熟悉领域，没想到1个月后，阿正跟她说，老婆，你现在对台湾也熟悉了，我们公司正好缺欧美团的导游，你英语那么好，要不要试试？这时小芳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台湾的国际游客市场这么广阔啊！她以为台湾主要依靠大陆游客，结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台湾的旅游市场相当国际化，来自日本、韩国、欧美、东南亚的游客络绎不绝，尤其是日本游客，对台湾简直是情有独钟。我们大陆人常说台湾是宝岛，其实这个称号一点都不夸张。小芳说，台湾虽然地方小，但景色多样，从繁华都市到自然风光，从历史古迹到现代建筑，应有尽有。最关键的是，台湾人的热情、好客和细致服务，真的让人感到宾至如归。小芳告诉我，她最大的震撼来自于台湾旅游市场的成熟度。在大陆，很多景点都是靠门票经济维持，游客进去后可能感觉被宰了，而台湾的很多景点都是免费的，即使收费也很合理，更注重的是整体体验和后续消费。比如
台北故宫博物院门票才新台币350元，远低于北京故宫的价格，但馆内的文创产品做得精美绝伦，游客们争相购买。阿里山风景区的门票也才300元新台币，但游客在山上的住宿、餐饮、购物、消费却很可观，这才是真正的旅游市场良性循环啊！小芳感慨道，不是靠割一茬又一茬游客的韭菜，而是提供真正高质量的服务，让游客心甘情愿地掏钱，还想再来。小芳还发现，台湾的民宿产业非常发达，不少是由当地居民自己经营的特色小屋，干净舒适不说，主人还会热情地向游客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，推荐隐藏的美食景点，让游客体验真正的在地生活。这种深度旅游体验在大陆还较为少见，台湾的民宿真是太有特色了。小芳兴奋地说，不像我们大陆的一些民宿，表面看起来高大上，实际上千篇一律，都是从网上抄来的网红装修风格。台湾的民宿每一家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特色，主人家通常就住在附近，随时提供帮助，还会准备手绘地图，告诉你周边哪里有好吃的，哪里有隐藏景点，这种人情味儿真的是用钱买不到的。小芳还注意到，台湾的旅游从业人员普遍收入不低，社会地位也相对较高。在大陆，导游往往依靠购物提成为生，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些强制购物的不良现象。而在台湾，导游的基本工资就有保障，再加上合理的小费文化，让他们能够专注于提供优质服务，而不是一心想着怎么带游客去购物。刚开始带团时，我习惯性地想着要带游客去购物店。小芳笑着摇头，结果被阿正告诫说，台湾不兴这一套，游客想买东西，我们推荐正规商场或特色小店就好，不靠购物提成。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观念转变。台湾的交通便捷程度也让小芳赞叹不已。台北捷运覆盖面广，准点率高，公交车也通往各个角落。即使是去偏远地区，也有完善的交通网络，租车自驾也非常方便，道路标识清晰，驾驶员普遍礼让行人。有一次，我带一个欧美团去花莲，几个美国游客竖起大拇指说，台湾的交通比美国的小城市还要便捷。他们原本以为台湾是个落后的地方，来了之后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小芳回忆道，谈到台湾的美食，小芳更是滔滔不绝。台湾的夜市文化举世闻名，香气四溢的小吃，亲民的价格，热闹的氛围吸引了无数国际游客。而且台湾的食品安全管理相当严格，游客们可以放心享用各种美食。我在上海带团时，总会提醒游客要小心街边小吃，怕不卫生。小芳说，但在台湾，我从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。夜市的小吃摊虽然简陋，但是卫生标准很高，食材新鲜，做工讲究，价格还实惠。许多国际游客都说，来台湾最大的收获就是吃不胖，因为走得多，吃的东西又健康。小芳发现，台湾的旅游资源开发非常注重可持续性和文化传承，比如著名的九份老街保留了日据时期的建筑风貌，成为了吸引日本游客的圣地巡礼地点。阿里山的森林火车100年历史却依然在运行，成为了台湾珍贵的活态文化遗产。最让我感动的是台湾人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和尊重。小芳深有感触地说，他们不盲目追求现代化，拆掉老建筑盖高楼，相反，他们保护好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，让游客感受原汁原味的台湾风情。这种文化自信是吸引国际游客的重要原因。在台湾生活久了，小芳也发现，台湾的经济状况比她想象中要好得多。虽然人均 GDP 数据上可能不及一线城市，但实际生活质量却不差。台湾的物价确实比大陆高一些，但普通民众的收入也相对较高，社会福利也比较完善。小芳解释道，最重要的是，台湾的贫富差距没有大陆那么明显。我在上海时，常常带游客去外滩看浦东的摩天大楼，然后转身就能看到弄堂里的老房子。但在台北，虽然也有贫富差距，却没有那么强烈的视觉冲击。台湾的旅游业给小芳最大的启示是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，
台湾的旅游从业者普遍认为，游客不是一次性消费者，而是潜在回头客和口碑传播者，因此他们更注重游客的整体体验，而不是短期利益。有一次，我带的一个美国家庭在台东遇到台风，航班取消了。小芳回忆道，按照合同，我们的责任已经结束，但公司还是主动安排了酒店住宿，并且第二天派车送他们去机场。这家人感动得不得了，回国后在各大旅游网站给了5星好评，还推荐了很多朋友来台湾，这就是口碑的力量。小芳告诉我，在台湾工作1年后，她完全改变了对台湾的认知。台湾不是一个落后需要拯救的地方，而是一个旅游服务体系非常成熟的地区。如果说大陆的旅游业是大而全，那么台湾的旅游业则是小而美，各有千秋。我现在已经完全融入了台湾的生活和工作。小芳说，阿正经常开玩笑说，我现在比他还台湾，因为我总是向游客推荐台湾的好，说的眉飞色舞的，其实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。小芳现在主要负责欧美和日韩的高端定制团，凭借着她流利的外语和对两岸文化的了解，成为了公司的王牌导游。她也经常接待大陆来的商务考察团，为两岸交流搭建桥梁。说起台湾和大陆的旅游文化差异，那可真是太多了。小芳认真地分析道，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服务理念。大陆旅游业发展迅速，基础设施建设惊人，但有时候过于追求大快全，忽略了游客的实际体验。而台湾旅游业则更注重细节和温度，虽然规模小，但服务的精致程度足以弥补这个不足。小芳举了个生动的例子，在大陆，一些景区为了迎合游客需求，会人为的打造一些所谓的网红打卡点，甚至不惜破坏原有的自然风貌。而在台湾，旅游开发更尊重自然和历史，更注重原汁原味的呈现。台湾的垦丁保持着原始的海滩风貌，而大陆的一些海滩则建起了高楼大厦和豪华度假村。小芳说，两种发展模式各有优劣，但对于追求自然体验的国际游客来说，台湾的做法可能更有吸引力。在导游的培训和管理上，台湾也有其独特之处。台湾的导游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和培训，不仅要掌握基本的导览技巧，还要学习历史、文化、地理、急救等多方面知识。而且，台湾导游的续证制度也很严格，每4年必须参加培训并重新考核。刚来台湾时，我要重新考取台湾的导游证，那个过程真是让我吃尽苦头。小芳回忆道，台湾的导游考试内容丰富，涵盖面广，而且特别注重实操能力。考完笔试后，还有现场导览测试，让你在实景中讲解，评委会根据你的表现打分。这种培训体系确实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导游。小芳还发现，台湾的旅游市场非常重视口碑和社交媒体影响力，许多小型景点或餐厅并不做大规模广告，而是通过提供优质服务赢得游客的好评和推荐。这种病毒式营销在当今社交媒体时代尤为有效。台湾有很多隐藏版的美食和景点，不在传统旅游路线上，但却因为口碑好而吸引了大量游客。小芳说，比如我家附近有一家小小的牛肉面馆，没有华丽的装修，老板也不会说英语，但因为牛肉面实在太好吃，被一个日本美食博主发现并推荐后，现在每天都有日本游客专程来吃。这在大陆的旅游市场中还比较少见。随着在台湾生活和工作的时间增长，小芳也越来越理解台湾旅游业成功的关键，那就是真诚与热情。台湾人待人接物的真诚不是刻意表演出来的，而是发自内心的。这种真诚让国际游客感到备受尊重和欢迎。我记得有一次带团去垦丁，车子在半路抛锚了。小芳说，正着急时，一个当地老爷爷骑着摩托车经过，二话不说就帮我们联系了修车的，还请我们去他家喝茶休息。游客们都惊讶极了，说这在他们国家根本不可能发生。这种淳朴的民风是台湾最宝贵的旅游资源。谈到台湾的经济发展，小芳也有独到见解。虽然台湾的 GDP 增速可能不如大陆那么惊人，但台湾的经济结构相对均衡，中小企业活力十足，创新能力强，
这种经济特点也反映在旅游业上。台湾的旅游业是一个典型的小而美产业。小芳解释道，没有超大规模的旅行社垄断市场，而是无数中小型的旅行社、民宿、特色餐厅共同繁荣。这些小企业虽然规模有限，但服务更加个性化，更能满足现代游客的多元需求。小芳认为，台湾旅游业的另一大特点是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和保护。台湾虽然地方小，人口密度大，但自然保育工作做得相当出色。太鲁阁、玉山、垦丁等国家公园管理严格，游客总量控制得当，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自然生态。大陆有些景区为了追求经济效益，允许超量的游客进入，结果导致环境破坏，游客体验也差。小芳感慨道，而台湾的一些热门景点，即使是旺季也会限制游客数量，宁可少赚点钱，也要保护好环境。这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值得我们大陆学习。婚后的小芳也有了自己的家庭，去年她和阿正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宝宝，一个可爱的小女孩。有了孩子后，小芳开始更多的思考两岸文化的差异，以及如何在家庭教育中取长补短。台湾的教育更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和独立思考能力，不像大陆那么强调应试。小芳说，我希望我的女儿能够继承两岸文化的精华，既有大陆人的进取精神和实干，又有台湾人的温婉细腻和人文关怀。回顾这几年在台湾的生活和工作经历，小芳感慨万千。她不再以施舍的心态看待台湾，而是怀着学习和欣赏的心情，真正融入了这片土地。她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，让更多大陆游客了解真实的台湾，让更多国际游客了解中华文化的多元与包容。我现在的梦想是开一家自己的旅行社，专门设计两岸深度文化交流团。小芳充满期待地说，让大陆游客看到台湾的美好，也让台湾同胞了解大陆的发展。我相信旅游是增进理解、消除隔阂的最好方式。听完小芳的故事，我不禁感慨，人生就像一场旅行，重要的不是目的地，而是沿途的风景和心态的变化。小芳从上海到台湾，从施舍到欣赏，从外来者到融入者，她的心路历程给我们每个人都带来了启示。在我多年的红娘经历中，像小芳和阿正这样的跨海婚姻并不少见。两岸同胞同文同种，有着共同的文化根基，却因为历史原因走了不同的发展道路。正是这种相似中的差异，常常产生奇妙的吸引力，让人愿意跨越海峡建立家庭。我也想借小芳的故事告诉大家一个道理，无论是择偶还是看待他人，都不要带着优越感或施舍心态，真正的相知相爱建立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。就像小芳后来认识到的那样，台湾并不是她想象中那个需要拯救的地方，而是有着自己独特魅力和发展路径的宝岛。最后，我想对所有准备结婚的年轻人说，小芳真诚地表示，婚姻是一场长久的旅行，沿途会有美景，也会有坎坷。重要的是两个人能够相互尊重，共同成长。就像我和阿正，从上海到台湾，从相识到相爱，再到组建家庭，每一步都是我们共同的选择和努力，这才是幸福婚姻的真谛。好了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丽姐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历或者感想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，别忘了点赞、转发、收藏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